各位朋友大家好啊！我们前面测采过一款洛希的67瓦充电器，说实话那款充电器数据有点不尽人意，但是你们这些老铁又想看他们家的100瓦4口，没办法我就安排了。我手上这个就是洛希100瓦4口氮化镓充电器，表现会怎么样我们拭目以待。有需要购买这些充电器、数据线、耳机键盘啥的，咱们橱窗给大家准备了我测采后觉得很不错的产品，大家有需要可以支持一下，我也好挣个1-2块钱的佣金，维持一下咱们频道的运营。喜欢我视频的老铁们，一键3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咱们话不多说，先开箱这个洛希100瓦4口氮化镓充电器。首先这个充电器的盒子白色的底色，两侧为蓝色，中间这里是充电器实拍图片，这里有一个代言人的照片，洛希的英文标识，充电器的特点 3C 认证的标识，100瓦氮化镓快充充电器套装 3C-EA 4口快充，两侧都是洛希的 logo， 背面充电场景图片，下面是规格信息、制造商信息和条码信息。我们直接打开包装盒，盒子内部还有一个盒子，盒子包装上面写的套装充电器，但是我拆开里面只有一个充电头，没有数据线，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充电器外部包覆了一层膜，充电口这一面也贴了一张膜。盒子内部有一本使用手册，同时也是这个产品的保修卡，还有一张合格证。充电器采用折叠插脚的设计，4个充电口，内部的舌片全部都是蓝色，洛希的标识，每个充电口都有 C1、C2、C3、A 口的标识，这边则是100瓦氮化镓的标识。充电器连包装盒一起的重量 259.5 克，单充电头的重量 211.5 克，充电器的高度 64.6 毫米，充电器的厚度 29.9， 也就是30毫米，宽度为 72.9、73毫米，200克的重量，拿在手上其实也没有多重。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规格信息。GAN 100瓦快充充电器，型号 NXCD004， 输入规格是100至240伏，全球电压，输出功率是 C1 口、C2 口、C3 口，最高功率输出100瓦 ，A 口输出最高功率是60瓦，也就是说这3个充电口单口输出它都是100瓦的功率。下面则是多口功率分配，我们后面再测试，输出总功率不能超过100瓦。下面则是 3C 认证，循环10年，海拔小于2000米使用，双路绝缘，非热带地区使用，室内使用，请勿扔向垃圾桶。3C 认证信息咱们放在屏幕上，有需要的可以截图。既然咱们打开包装盒没有数据线，我们就直接测试这一个充电头的数据。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4个充电口它所支持的快充协议的情况。 Type-C 1口快充协议的情况有高通 QC 3+、5伏、9伏、12伏、20伏、3.6 至20伏，华为的 FCP 最高功率24瓦，华为的 SCP 最高功率22瓦，三星的 AFC 也是24瓦功率，展讯的 SFCP， 联发科的 P1+ 和 P1+ 2.0， 然后下面则是公版的 PD 3.0 的100瓦协议。PD 3.0 点进去，固定档位5个，最高20伏5安，100瓦。PBS 3.3 至21伏的5安也是100瓦。然后下面 DCP 和 Apple 2.4 两个基础功率，这个是 Type-C 2口充电协议支持的情况。我看了一下这些协议跟 Type-C 1口是一模一样的。现在测的是 Type-C 3口快充协议支持的情况，这上面的协议跟前面2个口都是一模一样的。现在测的是 USB-A 口协议支持的情况，这个检测出来除了没有 PD 100瓦的公版协议，其他的协议跟前面3个充电口都是一模一样的。规格说明里面写着有一个20伏6安的60瓦 Max， 但是我们测试协议的时候没有测试出来，这个规格说明是不是厂家写错了？我们测试兼容性来看一下。手机的兼容性测试，我们先从这个荣耀60开始，因为这个是跟华为的66瓦的充电协议是一样的。我们看这个充电器能不能开启华为的快充。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Type-C 1口，插上去就是一个普通充电的标识，这个功率的话大家自己看吧，我也不报了。我们再来看 Type-C 2口，也是一样的普通充电的标识，功率的话跟 Type-C 1口差不多。我们再来看 Type-C 3口，也是一样的啊，功率的话也是一样的。我们再来看 USB-A 口，可以显示超级快充，功率也就是20瓦左右啊。不是说好的洛希是华为的合作伙伴吗？它的功率也就这样嘛，还不是最高也就是个20瓦。我们再来看小米手机的兼容性， Type-C 1口显示了正在快速充电，真实功率在15瓦左右。Type-C 2口启动了 PBS 快充，真实功率跑到27、8瓦的样子。Type-C 3口它也启动了 PBS 快充，真实功率大概在24瓦左右。A 口的功率则只有10瓦左右。我们再来看一下蓝厂的设备， Type-C 1口有 vivo 的闪充标识，
现在这个真实功率已经飙到30多瓦，启动了 PPS 快充，真实功率在33瓦左右。Type-C 2口一样的有 vivo 的闪充标识，真实功率比 Type-C 1口高很多啊，现在功率已经跑到42瓦左右。Type-C 3口一样的启动 vivo 的闪充标识，功率可以跑到40瓦左右，这功率很高啊。这一部手机是绿厂的设备，它有 PPS 快充，这个充电器是没有 UFCS 融合快充的，我看看 PPS 能不能启动。Type-C 1口正在快速充电，已经启动了 PPS 快充，功率跑到26瓦左右。Type-C 2口一样的启动了 PPS 快充，真实功率也是26瓦左右，这个是起始功率啊。Type-C 3口一样的启动了 PPS 快充，起始功率也是26瓦左右。这部手机是荣耀100，我们来看看这个充电器能不能启动它的大功率 PPS。Type-C 1口启动超级快充，真实功率也在20瓦左右。Type-C 2口启动 Max 50瓦 PPS 快充，真实功率已经跑到45瓦左右了。Type-C 3口到启动了100瓦的 PPS 啊，我也搞不懂这个充电器的规则究竟是怎么设置的。这里显示的是 PD 3.0 的92瓦，真实功率跑到55瓦左右。因为这个手机的电量已经34了，所以说这个功率也差不多了啊。这部手机为三星 Note 10加 ，Type-C 1口可以显示超快充电 2.0， 真实功率在15瓦左右。Type-C 2口一样的显示超快充电 2.0， 真实功率也是差不多的。Type-C 3口也是超快充电 2.0， 真实功率也在15瓦左右。这个充电器的实际充电数据采集，我们先从荣耀100开始采集它 PPS 100瓦的充电数据。目前这个手机的电量还有 7%。这个荣耀100充电已完成，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最高的峰值功率是75瓦左右，充了大概30秒钟，然后降到55瓦左右的功率，充了3分钟时间，后面就调整功率了啊，电压降到了9伏，变成了33瓦左右的功率，大概充了11分钟时间，然后再降到30瓦左右的功率，充了13分钟左右，充到90%，逐渐的下降功率，直到充满电。这个手机的充电完整的时间是40分钟时间，符合 PPS 100瓦充电速度。我们来看一下温度，从这个手机最高的温度是45.5度。测试的时候，我们室内的温度在23度左右。这个充电口3个 C 口的设置逻辑有点混乱啊。刚才那个荣耀100兼容性测试的时候是 C 3口启动的100瓦，实际充电的时候又是 C 2口启动100瓦。我们现在就是测试它的小功率的 PPS 充电，这是绿厂24年下半年以后出的设备。目前这个手机电量还有 3%， 我们直接充电采集数据。这个手机充电已完成，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跟融合快充的曲线图是差不多的。起始功率是25瓦，充到 80% 的功率是29瓦，然后逐渐的下降功率直到充满电。这个手机的完整充电时间是55分钟左右，20多瓦的功率55分钟充满也算是差不多的了。我们看一下温度，这个温度曲线图是接着上一个手机来的，最高的温度是 48.1度，测试的时候我们室内的温度24度左右。我们现在对这个充电器进行 PD 公版协议的充电测试，包含苹果手机的 PD 充电数据采集和这个大功率的长时间拉载，也就是烤机测试吧。烤机测试才可以烤出这个充电器的真实水平啊！如果能够100瓦持续输出，应付100瓦的笔记本充电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这个苹果14已经充到 93% 的电了，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这个曲线图的话，它是没有前面的起始的功率的阶段，直接充开机，它就是涨到20瓦的功率，充了19分钟时间，后面就降到15瓦的功率，充了8分钟时间，然后就是11瓦的功率，充了7分钟，后面就是6瓦左右的功率，充了大概5-6分钟就充到 80%， 功率就降为5伏的基础功率进行涓流充电。整个充电时间从0到100一共花了50分钟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温度，最高温度是 39.8 度，还没有到40度，我们室内的温度大概就是24度左右。这是这个充电器100瓦烤机的状态，现在已经停了啊，一会儿有功率，一会儿没有功率的。我一共做了2次100瓦的功率拉载测试，大家看一下第一次的充电曲线图，真实功率是94瓦左右的功率，一直运行了接近40分钟时间。我也没有想到它40分钟会降功率断掉输出。温度采集线采到的最高温度是77摄氏度，因为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所以说咱们没有用热像仪采集到温度。我们又做了第2次测试，第2次的曲线图也是94瓦的功率，只持续了37分钟时间，然后充电器就关闭了输出。这个时候温度采集线采到的温度是最高75度，用热像仪采到它的表面温度最高的时候是 78.4 度，充电口的温度为79度。这个充电器100瓦不能持续输出啊，大家注意一点。这个充电器65瓦烤机已经足足运行了2小时10几分钟时间。
大家看一下充电曲线图，真实功率是64瓦左右的功率一直在运行，温度在1小时10几分钟的时候就已经稳定在63度左右，最高的温度是64度。我们用热像仪采集出来，它的表面温度为67度，充电口的核心温度为68度。说白了，这个充电器只适合65瓦的办公笔记本使用，然后需要 PD 100瓦功率的游戏本那些的话，这个充电器不适合啊，大家注意一下。这个洛希100瓦的充电器，我们从它的单口分配规则基本上就可以知道，内部应该是3路降压电路，3个 C 口单口输出都是100瓦，然后 C3 口和 A 口同时输出的时候，它是走的基础功率，证明这2路为1路降压电路。我们测试多口功率分配，从双口开始。首先是 C1 口加 C2 口的情况， C1 口我们先启动100瓦，我们再接上 C2 口，没有断连，功率变成65瓦。C2 口就是走的30瓦，总功率90多瓦，也就是100瓦。拔掉 C2 口，反应有点慢，没有断连，功率会回到100瓦功率。我们拔掉 C1 口 ，C2 口也没有断连，只是反应有点慢，但是功率会回到100瓦。我们再插上 C1 口 ，C2 口马上就变成了30瓦，没有断连啊。C1 口就是走的65瓦。C1 口加 C3 口。C2 口和 C3 口同时使用的时候，跟刚刚的情况也是一样的啊，我们不用测试了。我们现在来看 C1 口加 A 口的情况，先启动 C1 口的100瓦，我们再接上 A 口，接上去没有断连，功率会调整为65瓦，只是反应速度有点慢。A 口的话就是走的20瓦，拔掉 A 口，反应有点慢啊，没有断连，回到100瓦。C2 口加 USB A 口跟 C1 口加 USB A 口是一模一样的， C3 口和 A 口我们就不是了，同一路降压电路，同时用5伏的基础功率。我们现在来测试3口同时使用的情况，我们先启动 C1 口的100瓦，再接上 C2 口，没有断连，功率变成65瓦 C1 口， C2 口30瓦。我们接上 C3 口，没有断连 ，C1 口变成了45瓦，3个充电口加起来总功率在100瓦的样子。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C1 加 C2 再加 A 口的情况。C1 口启动100瓦，接上 C2 口，不会断连，功率调整到65瓦。我们再来接上 A 口， C1 口变成了45瓦 ，C2 口没变 ，A 口就是走的20瓦，总功率100瓦。这个3口输出的话，因为 C3 和 A 口它是一个降压电路，如果 C2 加 C3 加 A 口用的话，这就相当于是一个双口使用的模式，65加30。4个充电口一起用的话，我们就不用测试了。4个充电口同时使用，相当于是3个充电口同时使用啊。C1 口走45瓦 ，C2 口走30瓦 ，C3 加 A 口总共一起走20瓦。这个充电器它也有多口不断连的技术，总功率设定在100瓦，不能超过。我们现在就是来测试这一个充电器它的电能利用率，也就是能量转换效率的情况。好多朋友都不知道能量转换效率是啥，我就简单的给大家比喻一下吧。比如说你在220伏交流电取了100瓦的电，结果你只用到60瓦，中间就损失了40瓦，这个转换效率就是 60%。转换效率越高，你利用的电就越多。咱们现在测试的是110伏60赫兹待机的状态，插电的瞬间它的浪涌功耗有 4.5 瓦，待机功耗则是 0.2 到 0.3 之间浮动。经过几分钟测试下来，我们平均了一下，大概就是 0.25 瓦。现在是5伏3安15瓦功率的时候，110伏输出 18.1 瓦，这边直流输出 14.97， 也就是15瓦吧。折算转换效率 83%。9伏3安27瓦功率，110伏输出 30.9 瓦，这边直流输出 27.1 瓦，折算转换效率 88%。12伏3安36瓦功率，110伏输出 40.5 瓦，这边直流输出 36.1 瓦，折算转换效率 89%。15伏3安45瓦功率，110伏输出 49.5 瓦，这边直流输出 44.6 瓦，折算转换效率 90%。20伏 3.25 安65瓦功率，110伏输出 70.8 瓦，这边直流输出 64.6 瓦，折算转换效率 91%。20伏5安100瓦功率，110伏输出 109.1 瓦，这边直流输出 98.7 瓦，折算转换效率 90%。现在是220伏50赫兹的状态，
插电的瞬间浪涌功耗是接近8瓦，经过几分钟测试啊，它的待机功耗是 0.6、0.7 之间浮动，综合平均下来的话，220伏待机功耗为 0.65瓦。现在是5伏3安15瓦功率，220伏输出 18.7瓦，这边直流输出 14.98， 也就是15瓦吧。折算转换效率 80%， 9伏3安27瓦功率，220伏输出 31.4瓦，这边直流输出 27.1瓦，折算转换效率 86%。 12伏3安36瓦功率，220伏输出41瓦，这边直流输出 36.1瓦，折算转换效率 88%。 15伏3安45瓦功率，110伏输出 49.9瓦，这边直流输出 44.6瓦，折算转换效率 89%。 20伏 3.25安65瓦功率，220伏输出 71.1瓦，这边直流输出 64.6瓦，折算转换效率 91%。 20伏5安100瓦功率，220伏输出 108.8瓦，这边直流输出 98.6瓦，折算转换效率 91%。 5次测试下来，110伏的平均转换效率有 88.1%， 220伏的转换效率为 87.5%， 这两个数值都很不错。但是这个充电器的功率因素110伏明显高于220伏，大家看一下，110伏是 0.95 至1， 220伏是 0.66 至 0.95， 难道这个充电器是为老外准备的吗？我们现在来测试这个充电器最关键的数据，就是它的交流文波控制的情况，这个也是各位铁粉们你们最关注的数据啊。首先是 Type-C 一口，5伏3安15瓦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31.9 毫伏，平均文波 29.6 毫伏左右。9伏3安27瓦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42.8 毫伏，平均文波40毫伏左右。12伏3安36瓦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46.4 毫伏，平均文波 40.5 毫伏左右。15伏3安45瓦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45.1 毫伏，平均文波 39.1 毫伏左右。20伏 3.25安65瓦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31.6 毫伏，平均文波 24.2 毫伏左右。20伏5安100瓦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42.5 毫伏，平均文波 24.6 毫伏左右。 C1 口的文波平均没有超过50毫伏，很不错啊。我们现在来测 C2 口的文波，5伏3安15瓦的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33.9 毫伏，平均文波 31.7 毫伏左右。9伏3安27瓦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47.3 毫伏，平均文波 36 毫伏左右。12伏3安36瓦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48.2 毫伏，平均文波 44.7 毫伏左右。15伏3安45瓦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47.3 毫伏，平均文波 42.1 毫伏左右。20伏 3.25安65瓦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39.3 毫伏，平均文波 30.7 毫伏左右。20伏5安100瓦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45毫伏，平均文波 38.3 毫伏左右。我们现在来测试 Type-C 3口的文波，5伏3安15瓦功率的时候，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30.8 毫伏，平均文波 23.1 毫伏左右。9伏3安27瓦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34.8 毫伏，平均文波 25.2 毫伏左右。12伏3安36瓦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39.1 毫伏，平均文波 27.7 毫伏左右。15伏3安45瓦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36.95， 也就是37毫伏吧，平均文波 31.1 毫伏左右。20伏 3.25安65瓦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31.2 毫伏，平均文波 22.9 毫伏左右。20伏5安最高功率100瓦功率的时候，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37.8 毫伏，平均文波 30.1 毫伏左右。这3个充电口的文波都很不错啊，都没有超过50毫伏。我们现在来测试 USB A 口的文波，5伏3安15瓦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35.3 毫伏，平均文波 27.9 毫伏左右。9伏3安27瓦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42.4 毫伏，平均文波 31.1 毫伏左右。12伏3安36瓦功率，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43.5 毫伏，平均文波 33.5 毫伏左右。这个充电器 A 口它有20伏3安的60瓦档位啊，这个时候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28.9 毫伏，平均文波 22 毫伏左右。这个充电器测试到最后我还是不心甘，找了一根原装的华为6安线。 A 口的这个60瓦的功率到底是为什么设备准备的我也不知道，还是启动的20瓦的快充功率。这个充电器所有的数据都测试出来了，老铁们你们觉得它怎么样？我还是来总结一下吧。
这个充电器除了不兼容 UFCS 融合快充，其他的都还好。鉴于目前各大手机厂商都在适配 PPS 快充，兼容性还算是可以的吧。考级测试中100瓦的功率只有30-40分钟的输出时间，如果用它给100瓦的游戏笔记本使用的话，大家要注意，商务笔记本65瓦长时间输出是没有问题的，电能转换效率不错，充电器的220伏功率因素 PF 值有点出乎意料，文墨控制也很极品，所有的数据我都测出来了，值不值大家心里衡量吧。测试不容易，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记得一键3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你们的支持就是咱们更新的动力。谢谢大家观看，这个充电器咱们后续还会拆解，请大家持续的关注我，咱们下期视频再见。